今天干点人事啊，出2期教程。先说这个 gay 包，2个大鸡腿切块，然后按照这些料的数量和摆放顺序对鸡下手，每下一行好好给它抓一抓，然后炒点姜，把鸡煎出油，再把油倒出去。这么大的勺啊，下2勺柱侯酱，1勺沙茶酱，口重就再放点花生酱、海鲜酱和广和腐乳，炒1分钟，再加水盖盖炖7、8分钟，完了下鲍鱼再焖2分钟，然后放青蒜到砂锅里烧开就完事儿了。要是想装一装就倒点白酒，但一定记得把鲍鱼掏出来啊，就指这点玩意儿出色呢。然后锅包肉呢，先说糖醋汁儿，白糖白醋2:1，再放点盐和酱油。肉先用盐和料酒抓一抓，然后用土豆淀粉给肉抓满，再倒半碗水。抓到这个稀稠度的时候，倒点油就等着炸了。炸肉一定等油冒烟了再下，别害怕，根本崩不着。第一遍呢炸成这样，然后再把油烧冒烟了，炸20-30秒，炸成这个色儿就完事儿了。完把那汁儿烹一下，再放点可放可不放的丝儿，假装翻2下勺就可以出锅了。锅包的都是这个做法，你要愿意创新做点别的也行，但是别整鞋垫，那玩意儿越炸越跟，咬不动。完年底单位发大鹅，调一个这个料汁儿，再炖个豆角，完做个咖喱鸡蛋盖饭。这3-4个人在家吃顿饭不挺好的吗？还可以再来碗红豆沙，要是不解渴再来个凉雪碧。正好最近淘宝有官方补贴活动，什么可乐啊、纸抽啥的都是0元带回家，活动真实有效，挺多好东西都在左下角链接。你要说今天菜没学会吧，你掏他点饮料、手纸啥的回去也算没白来呀，是不是？完今天本来还想发个肘教程，但我早上上市场，满市场买不着一个肘子，撒谎儿子的。卖肉的大姐说这都让饭店给包了，我何德何能啊，我从来也没想过有一天能和他们办大席的形成正面竞争。今天给我奶在家烙饼，本来就昨天吃，但这2天串门串得太勤了，太影响吃剩饭的效率了。今天早上刚把初一的吃完，吃春饼吧，我奶就那么几个菜，京酱肉丝、炒土豆丝儿和嫩炒蛋。但是我奶说了，过年期间必须顿有肘子，我又卤个大肘子。但卷饼嘛，我就切的片，这等会儿蘸甜面酱一卷，又绝了。完，我们同学在家陪老丈人喝酒呢，听说我炖肘子了，他老丈人说别喝了，去求点肘子汤回来。看看啊，这小子说刚喝了1杯，一口饭没吃，穿着睡衣让他老丈人给撵出来了。姑奶做了一锅鲜虾萝卜汤，给我姑炸点淀粉肠和大果子，那给我姑乐的，我感觉除了抱孙子就没有这么高兴的事儿。反正就这么几个菜，怕饼凉了硬了，就赶紧打包走了。完刚进屋，我奶说我弟这胡子也太邋遢了，让我姑给他买剃须刀，吉列的蜡布里盒，这刀头5层刀片，属于豪配了。还有这个磁力底座，妈整多酷啊！把男生刮胡子，咱说还是手动刮的干净。这一下子我弟起码年轻10岁，而且这个礼盒款不仅送人实用有分量，还能定制刻字呢。我姑答应我了，等我长胡那天给我也来一套。来吧，小样了，香辣、虾汤、炸肠、大果、嫩蛋。吐司、肘花、茄丝、精肉正好立春吃春饼凑个热闹，再一个也穿乎，这2天吃太顶了。但是我奶呀，一边说我弟刮胡精神，一边闷头往自己盘里夹肉。我发现我们虽然吃的东西差不多，但是我们家人今天吃出来3个类别。我们就是涮点甜面酱的正常春饼，等我奶呢吃的就是熏肉大饼，我姑吃的就属于是一个杂交产品啊，春饼果子。我今天呢本来邀请了几个大学生粉丝来家吃饭，但他们哈尔滨 BBQ 了，然后就改成我给他们送饭了。完我昨天晚上问他们想吃啥，好家伙，1000人心里可能有1000哈姆雷特，但在寝室里的8个人却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，他们说哥我想吃肘子。完我还蒸了一锅奥尔良鸡腿包，还烤了几个猪蹄儿。我寻思封校了也吃不着了，被孩子馋坏了，但也做了点封校时候能吃的，尤其是这个香煎玉米烙和孜然土豆片。我说你们帮我试一下子，我有一天要是把饭店开在学校门口了，能不能在门口的众多小饭馆当中脱颖而出？给他们带了2罐梅子酒，说想喝凉的就放车里了。然后做了个前帐口的广式炖羊排，他们点了一个辣椒炒肉的小锅饭，说没有任何一个女大学生能拒绝这碗饭。完天凉嘛，还做了一个辣酱汤火锅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我是把这个电饭煲和火锅连锅端过去。你说这一周盖几个小姐妹围着热气腾腾的吃着多有感觉呀！完他们说哥你指定是没上过大学，这拿过来就是违规电器。我上没上过大学不说，但我可知道大学生爱打麻将，给他们烤了点麻将款的黄油曲奇，还在得物上买了2个麻将小手链。哎呦我天哪，我算发现了，得物上这种好玩的小饰品老多了，完了还老搞活动，买的贼合适。链接我放评论区里了。我觉得快过年了，你可以给你的上不了厅还抓不着对的姐妹安排一下子。再一个我是发现了，这大学生你跟他唠4、6级，他就跟你眼神躲闪，你要问他这盘胡啥，他马上精神抖擞，哥这胡对斗啊哥。
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广阳、玉酪、紫土、麻饼、汤肘、奥包、焦饭、鱼丝、烤甜、辣锅。完健一听说上学校送饭，我弟还特意换身衣服，我俏里哥呀，真是。不过咱说这当代大学生真有素质，这么冷的天提前在楼下等我，完了还给我拿的红肠酸奶，给我整都不好意思了，我一顿表示感谢呀。完人告诉我，你哥俩别动啊，那是给咱奶的。今天发一下肘子教程啊，肘子先去毛焯水，然后这个香料啊，葱姜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花椒、干辣椒，社会人可以再加点白胡椒和小茴香。这碗里的是料酒、酱油、红烧汁，还有调味的糖盐鸡精13香。这盐一定要给够啊，要不肘子炖不进去味儿。不上气儿的高压锅，水倒到这儿就行，要不废料。煮汤功能1小时，到点给它翻面，再来1小时。然后你看这个时间啊，我又泡了3个小时。你要着急，就炖之前两侧嘎很深的口，就很进滋味了。凡以现在的科技手段，想无痛当奶应该有点难，但可以买个肘子体验一下奶的快乐。再说说涮锅底啊，倒点油煸一下五花肉，料酒、酱油、蚝油少来点炒一炒，多倒热水，还有提前泡好的小干螃蟹、干虾仁，开盖小火1个来小时，然后依次下入攥干的酸菜、羊肉片和大虾，然后放一袋这个麻酱，超市2块5一袋，尝尝咸淡，这菜也完事儿了。我跟你说，就这俩菜，你们同学来吃完最少给你磕仨，他要不磕你告诉我，我这俩兄弟不忙，这活他俩能接。问我家今天来人多，还整几个硬菜。这广式牛腩煲前天教过了啊，买牛腩买这种肥瘦相间的啊，嘎嘎香。鸡蛋拌饭料汁也打出来了啊，自己可以试一下子。完，我们趁年底还薅了一下拼多多羊毛，最近是生蚝百日团，20来块钱整好1斤。哎呦我天，都这么肥！我们今天可吃嗨了，先来10来个高压锅生蚝，完这一盘凉拌生蚝里边也得20多个，还有这一锅蒜蓉生蚝，我看也得有个10几20个。链接我放评论区了，你们也赶紧薅吧。反正说心里话，我们也属于是下手有点重，快他妈给羊薅秃了，属于是。来吧，香香了，蛋饭、馍汤、磨茄、老肘、牛竹、锅底儿、凉蚝、蒜蚝、鸭蚝。咱们看看我们的好朋友刘某啊，打进屋就挑准一个好位置，他可馋这玩意儿了，吃的跟他妈自助似的。后来给他换了个座都拦不住他吃啊，完挤着他2句，穿衣服摔门走了。我说这么些年哥们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不是头一次来说，怎么还撂脸了呢？完他隔了10来分钟回来了，说生蚝有点吃腻住了，买点大米饭吃点主食。我真的自从他来我家吃饭之后，我现在看我弟可他妈顺眼了。今天在家跟我弟打冰箱，双11买不少好吃的，得到的地方呀。再一个，到了黄金11月了，各家都开始杀猪了。我等天黑回村掏俩好肘子给我奶冻上。我发现我现在跟我妈越来越像了，哎，看啥都想买，买回来往冰箱里一放，根本都不做。就这丫头，我记贼清楚，我先给她放到冰箱门口的位置，我吃的时候方便拿。好家伙，这一到方便他妈180天。完了还翻出点脊骨，因为排骨整根买便宜，上面的京排都给我奶做了，这点骨头让我煲汤了。这块牛排骨也是当时便宜时候囤的，6斤多，好像一共才180块钱。我跟我弟说赶紧找救兵吧，指咱俩打扫冰箱把他吃了，他妈吃完过年屁了。完翻出点牛杂，按钱老丈人的做法做成广式牛杂煲了。我发现现在这前账的出镜率他妈比我弟都高了。这说我弟我就来气，我这烙饼呢，他在那躺的可美了。后来我决定吃羊肉泡馍了，我说来你掰一下子吧。来吧，吃香香的鱼鳗、羊泡、火鸟、杂煲、烤牛、油面、干鸭、骨汤、青肉，反正没啥正经玩意儿，都冰箱剩的。我估计都赶不上大学食堂的伙食。完这不双11了吗？我弟寻换个电话，我们好顿在慢慢买 APP 上查呀。我跟你说，这个 APP 有东西，能列出全平台的价格，一目了然，还能看180天、60天、30天的历史价格。完了还有降价提醒的功能。我感觉他跟你对象一样，就你买啥东西买贵了他就生气。完吃着饭，我爷来电话说物业不给清血，出不去门了。我说来吧，朋友们，吃完饭消化消化一起。我跟你说，你别寻我带菜刀上闹着玩呢。到最后，全楼的老头老太太能有一个脚上楼的地方，都靠我的一手刀工。但是嘛，有2个多小时，有点消化大劲儿了。我们12点多又找地方吃盒饭去了。